欺人太甚！明灭，让开！小明也确实把他们拉下白骨祭坛了，希望一切能如计划所想。明夜，我准备好了。魔神，再轮到你了。竟敢对无主不敬！杀了他！乃光之老，若想回送时光，修为尽废，你们大可上前。众神兵精令，今日随我诛灭妖魔，荡清魔域，不死不退。不死不退！魔神，靖苍说如此背逆天道的阵法，可这此法一旦开启，三界必遭覆灭之灾。万物覆灭，世上才永无罪业，吾也能回到虚无。可怜那些被你骗了魔众，以为你要带领他们一统三界，却不知你的真实意图只是要他们送死。明灭，别管神兵，先拨开时光之牢。无论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，你们却奈何不了吾。咒神的时光之牢敌不过吾之魔将，而以你之神力，更无法撼动吾分毫。我不可以，但我们可以。简之魔。很好，刚才那一击，吾确实没想到。御神，可对吾来说，送死的是一个还是两个，并无区别。
背道已停，浊气已散，诸位速速支援神兵！能停止同背道，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。小蛟龙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原来魔神也会害怕。哼，你可真有意思。这一次，吾可不会轻饶了你。今日，无论生死，我必将你诛杀。是吗？那就让吾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！果然，邪骨离体，便可伤及魔神；待将邪骨封印，便可将其彻底诛杀。父皇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吾抓到你了！是我抓到你了！还没结束。时机到了，老天罡，快！看！那是什么？就要天罡阵。天罡阵不破，无论是谁，哪怕是尊上，都没有办法从这离开。父皇，邪骨交给你了。不好，邪骨！先追随主上，杀敌神兵。魔神想要突破天罡阵，坚持住！出去！成功了。你
天罡罩一成，谁也别想离开魔域。以我二人气力，定有办法格杀魔神。看来，只取邪骨对他削弱不大，这恐怕是一场鏖战。所幸天罡罩一成，只要将邪骨封印，诛杀魔神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可恶，出不去又进不来，到底该怎么办？那是初皇的神力痕迹。地面去哪儿了？天罡阵不是出不去的吗？跟上，尊上！怎么回事？季泽，才耗尽神力凝滞时间，再硬撑下去，会燃尽神髓的。魔神已经追去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可是你，明夜，你别傻了。以我的身负重任，今日若要留下一个人的话，这个风头应该由我来出。相信我。季泽。季泽，这根凤铃送给你，里面汇集了我的神力。无论你到天涯海角，只要你想见我，它就会立刻带你来到我身边。把邪骨交给我。除非你从我的尸骨上踏过去，否则你休想。初皇，你现在就把邪骨交出来。只要邪骨到手，我就能成为魔神。届时我成了三界之主，这天下我可与你共治。地面，我原本以为你是被魔神蛊惑，才丧失了本心。现在你却告诉我，你要邪骨，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我们。你是凤凰族神女，若是我不能成为三界之主，我如何配得上你？可笑！你莫再拿我做你卑鄙野心的借口，让我觉得恶心。
堂雨神竟然在吴的魔域当起了小偷，真是出乎意料。明夜，好疼啊！不对，治好了伤，会不会又有妖气？算了，不能拖累明夜。可是我的一片真心，明夜会在意吗？那两个神明啊，要试探国王的真心，一位化作一只小白鸽，一位化作一只鹰隼。鹰隼就追着小白鸽，扑到了国王的怀里。小白鸽跟国王哀求说：“救救我吧，赶快救救我吧！”国王是个心诚之人，便对鹰隼说：“那你吃我的肉吧。”鹰隼说：“我吃你的肉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吃跟小白鸽一样重量的肉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就吃亏了吗？”国王呢，就答应了。于是啊，他就让人拿来了秤，他把小白鸽放到秤的那头，他呢，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，放在了秤的这头。结果，你猜怎么着？肉的分量不够，于是呢，国王又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放上去，结果还是不够，把自己两条腿上的肉都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见过鸽子，比咱们河中的青鱼还要小得多呢。那是因为啊，这两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，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，结果呢，正是国王的诚心感动了神明，国王啊，身体完好如初，他自己也飞升成神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哎呀，求神的人那么多，每一个都说自己诚心，若是不要他受着不能承受之苦，又怎知他是不是真心呐？我要坚持下去，不让明夜为我担心。
去找桑九，哪怕他真的在躲我，我也一定要见到他。报，300里外发现有魔众踪迹，不过他们并无攻击意图，正在向魔域方向聚集。向魔域聚集？是。走，随我一同前去探查。是。 诸神降临。明夜，你此次亲去魔域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消息？魔神确实有所行动，居心叵测，因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商解决之法。此次我潜入荒渊，发现魔神在演练一种阵法。 名为同悲道，此阵似乎可以吞噬尽天下清气，届时生灵尽死，妖魔滋生。若他成功，这个世界岂不是将沦为炼狱？绝不能让他打开同悲道。可如今看来，魔神已是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，如何能够阻止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能诛杀魔神吗？明夜。 你去召集我们，可有良策？有。魔神演练阵法时，会抽出邪骨，亲自接引天地浊气。邪骨不灭，魔神不死。那么，当邪骨立体时，魔神是可以被诛杀的。这是唯一的时机。可邪骨连接魔神和同悲道，要如何才能取得？ 是啊，明夜，我们该如何协助你？你又打算怎么做？魔宫附近可以设符，待到阵法开启，魔神只能死守阵眼。届时我会全力将其逼离阵眼，让阵法停下。 那我同往。魔宫中魔兵众多，我以咒神之力凝滞时间，用时间牢笼将魔兵分开。这样，你只需对付魔神一人。我乃雨神，天地间无处不可知。我可趁魔神不备，将邪骨带离魔宫，带往天柱将其封印。 天柱乃天地间至高之所在，柱中汇聚天地灵脉，确可封印邪骨。日君，请授9曜天罡阵。看来，是时候动用此法了。确实，要困住魔神，只能用此阵法了。 9曜天罡乃天授之法阵，为囚禁魔物而生。但是此阵一开，除了能操纵空间的初皇，无论神魔都将被困在此阵中，无法逃离。明夜，真的要如此吗？魔神乃是由天地浊气而生，孕育它的是这世间 无穷无尽的痛苦、悲伤和仇恨，只要这世间悲苦不绝，魔神便不死不灭。即便是我等身为神明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，只能赌上这一线之机。到时候，待纪泽与初皇离开，我会以真身拖住魔神，与他同困阵中，不死不休。 诸也不必管我，就算被困阵中又如何？大不了拼个神躯陨落，平常事罢了。你们既然不顾生死，我们又何惜神力？必要时，我等大可燃尽全部神力，
待九星连珠之时，引动星辰，落下星法，助你击杀魔神。星法之下，一切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，魔神定亦不能免。耗尽诸神之力，也只能启动一次星法，定要瞄准线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小明夜，去吧，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在呢。季泽有幸，能与诸君相逢一场，在这上清神域逍遥万载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此香送出，不知还能得几人还？又或者这一遭后，世间再无神灵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诸位，愿我们山水有相逢。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啊，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也好，此一去，我必生死毁灭。若桑九已寻得心仪之人，与他相知相守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终老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待我击杀魔神，你便可以与相爱的人平安喜乐，相伴白头。是明夜让你给我的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红珠，圣女。还不快给桑夫人送去！是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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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夜。叫人送来一张纸算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，你就当面和我说明白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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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呀！桑九，我给你12个时辰，收拾行李，离开玉清宫，离开上清神域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究竟是哪里惹到你了？
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也什么都不敢做。我连多看你一会儿，同你说句话都不敢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打算用一张纸就让我滚蛋吗？从一开始便是你父王逼我，并非我心悦于你。我深系四周三界安危，你却屡屡纠缠于我，要我教你练剑修行，替你清理浊气。我已经厌倦了这些，便只能将你休弃。因为我搅扰了你。对。没想到，我已经尽量躲开你，不去惹你心烦，竟然还是会这样。爹爹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国王救白鸽的故事。爹爹告诉我说，国王为了救白鸽，把自己割肉4亿，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这神明可真不讲道理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那是因为啊，这两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，只要有诚心，一定会感动神明。我以为我已经够诚心，神明却始终不曾为我回头。林烨，我会回去收拾包袱。天亮之前离开这里。明月，明月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，喜欢我？桑九，从你和我乘着婚车来到圣清神域，要不你也尝一个吧？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从你吃那从未有人动过的鲜果，从你与我相处时的一举一动，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，你要放弃我，希望你幸福。
开眸间，忽然月放缺，红只是花三千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一世，最人世，白了一蝴蝶。我的是如水，把回忆变作字相见。如此乱未摘过的花，飘散的风帆，青丝盘踞成一岁无影和无尽的后盼。我一生被爱呀，此去半生呀，越不上前程如月门不下。桑丘，是你。我要走了，来同你告别。好。我从来不知你竟会喝酒，也好，正合我意。桑丘，你有话要对我说？不，是临走之前，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一直欠我的。什么东西？你欠我的那个洞房花烛夜。你放心，这是我亲自结的赌注，只能让人无力片刻，不会伤及性命。桑丘，对了，它还能让人说不出话。今夜过后，你我结缘世间，一别两宽。
桑九，你我终是没能好好道别，我最终还是辜负了你。今日，对，就是今日。我们付出这么多代价，准备了这么久，皆是为今日一战。魔兵已聚集在魔宫附近，他想以铜杯道笼罩三界。若他此举成功，便会使得万物尽毁，生灵尽亡，民坠涂炭。诸位可愿随我一同诛魔？愿随战神出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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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之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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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之主。网之主统御10万魔修，好大的阵仗！我们同为魔神驱策，二位不必称我什么网之主，叫我地面即可。网之主对妖魔可真有同僚之爱，难怪会为了投诚于魔神，不惜与妻子决裂。若是你俩阵前相见，会是何等场面？大事当前，我等还是先想想如何毕其全功吧。光明无主，今日吾要一统三界，这铜杯道大阵可试尽清气，令浊气充盈还原。过不了多久，举世皆魔，与吾同享这万古悲凉。四应精灭地免，祭上你们的魔气。以魔气为媒，助吾绘出阵法。这就是魔神的灭世法宝。能为铜杯道开启护法，是尔等之幸。
这边就交给你了。明夜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里？和离后的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？一定还在忙于战事吧。偶尔还是会不争气的想起你，担心你受伤。希望你好好活着。明夜，你还活着？妖魔未灭，明夜岂敢生死？我们必须要在阵法完成前阻止魔神，届时分秒必争。我会先行前往魔域。魔域中不只有魔神，还有三魔和万千妖兵，以寡敌众，你先行进去，也阻止不了魔神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必须要去，把三魔从魔神身边拉开，先把魔神孤立起来。欺人太甚！明灭，让开！小明夜确实把他们拉下白骨祭坛了，希望一切能如计划所想。明夜，我准备好了。魔神，该轮到你了。竟敢对我主不敬！杀了他！乃时光之老，若想回溯时光，修为尽废，你们大可上前。众神兵听令，今日随我诛灭妖魔，荡清魔域，
不死不退！不死不退！魔神，你竟操出如此悖逆天道的阵法！可这此法一旦开启，3界必遭覆灭之灾。万物覆灭，世上才永无罪业，吾也能回到虚无。可怜那些被你骗了魔众，以为你要带领他们一统3界，却不知你的真实意图，只是要他们送死。如叶，别管神帝，先破开西方之牢。无论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，你们却奈何不了吾。咒神的时光之牢敌不过吾之魔将，而以你之神力，更无法撼动吾分毫。我不可以，但我们可以。剑之魔。很好，刚才那一击，吾确实没想到。御神，可对吾来说，送死的是1个还是2个，并无区别。飞道已停，浊气已散，诸位速速支援神兵！能停止同悲道，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。小蛟龙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原来魔神也会害怕。哼，你可真有意思。这一次，吾可不会轻饶了你。今日，无论生死，我必将你诛杀。是吗？那就让吾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！
邪骨离体，便可伤及魔神；待将邪骨封印，便可将其彻底诛杀。父皇，时间差不多了。 我抓到你了，是我抓到你了。还没结束，时机到了，老天罡，快！看！ 那是什么？就要天罡阵。天罡阵不破，无论是谁，哪怕是尊上，都没有办法从这离开。父皇，邪骨交给你了。不好，邪骨！ 先追随主上，杀进神边。魔神想要突破天罡阵，坚持住！ 出去！成功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天罡罩已成，谁也别想离开魔域。 以我二人气力，定有办法格杀魔神。看来，只取邪骨对他削弱不大，这恐怕是一场鏖战。所幸，天罡罩已成，只要将邪骨封印。 诛杀魔神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可恶，出不去又进不来，到底该怎么办？ 那是初皇的神力痕迹。地面去哪儿了？天罡阵不是出不去的吗？跟上，跟上！ 怎么回事？季泽，才耗尽神力凝滞时间，再硬撑下去，会燃尽神髓的。魔神已经追去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可是你，明夜，你别傻了。你我都身负重任，今日若要留下一个人的话，这个风头
该由我来出。相信我。进城！季泽。 这根凤铃送给你，里面汇集了我的神力。无论你到天涯海角，只要你想见我，它就会立刻带你来到我身边。把血骨交给我。 除非你从我的尸骨上踏过去，否则你休想！楚皇，你现在就把血骨交出来，只要血骨到手，我就能成为魔神。届时我成了3界之主，这天下我可与你共治。地面，我原本以为你是被魔神蛊惑，才丧失了本心。现在你却告诉我，你要血骨，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我们。 你是凤凰族神女，若是我不能成为3界之主，我如何配得上你？可笑！你莫再拿我做你卑鄙野心的借口，让我觉得恶心。堂堂雨神，竟然在吴的魔域当起了小偷，真是出乎意料。明夜，你拿不走，是吗？
我！你应该站在我这边才对，你好好想清楚！这碍事的家伙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那就来吧！明夜为了争取时间，尽快完成邪骨封印，不惜召出双生文尊。此举虽能在短时间极大提高战力，但若不尽快封印邪骨，待神髓燃尽，这世间将再无战神。还差一点，我要坚持住，我一定要坚持住。父皇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，趁着空间尚未彻底关闭，和你我二人之神力，将魔域探索。那你呢？不，姬泽，我此生为神，自问与妖魔战至最后一刻，即已穷途末路，不妨与妖魔、魔域共论深渊万丈。姬泽。姬泽，这捉魔之路，你先行一步。父皇，住手！千万年寂寞，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青丝山执着。表友们，祭司先行一步了。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。引无身躯，重振荒原，风雨变成邪山有片刻碎落，爱问上谁越想将我们困在此处？祭泽也自身神髓封印荒渊了。明夜失败了，九曜天罡阵无法发动第二次，姬泽死了，你的神力也将耗尽，而吾却已经达到天柱。哼！你
们阻止不了吾。休想！主皇，快离开战场！以人身微待，不要逞强。还有闲工夫管别人？明夜，屠神奴乃无言所化，吾想杀谁，魔剑必会命中。这一次，绝无可能生还。一旦被屠神奴锁定，就绝无可能躲避。若能以死换得封印邪骨，明夜死而无憾。魔剑太多，这空间牢笼挺不住。明夜，对不起。父皇！父皇！楚皇。楚皇。楚皇。真是感人呐！试问你还有多少同伴可以替你挡剑？你们的牺牲都不能白费。我的邪骨！来自生命的心跳，在漫长夜里给我死！战过黑暗，拥抱不伤。你的所有青春的辉光，奋起一切，还想复仇？在灰烬里厮杀一生。
还我袍泽命来！ 埋骨之地，溃少之道，真是可笑可怜。要封一吴的邪骨，不就让神域为邪骨陪葬？这是魔神的剑，魔神死了，刑法就要凝成了。诸君，我已决意倾尽神力，与魔神同归于尽。待我身死，收拾残局，便交给诸位了。小明夜，明夜。 明夜！阿九，今日怎么心神不宁？ 今日不知怎的，格外心慌。仙妖殊途，你修行了数百年的仙术，如今出袭妖法，一时救不过来也是难免的。不必急于求成嘛。嗯。明月，纪泽，桑九，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 没有人能抵抗吾，就连你战神也不行。我说过不杀你。
便不会食言。不过吾要将你炼成魔教，供吾驱策，让你亲手屠灭三界，杀尽同僚。不能如你所愿。我说过，你逃不掉。开战！诸神之能，星辰之力，不过如此。为何叛我？答应过我，会放过他。如今他死了。原来你也是这般愚不可及！我要将你封印，永世不得出！魔神终于伏诛了，不枉耗尽诸神之力。一切都结束了。窃走吾的血骨，动用刑法诛杀吾，吾不会轻易饶了你们。待天塌地陷，三界重回混沌，我倒想知道，你的伤心神域又待如何？神力耗尽，而魔神尚在。如今天柱坍塌，
生灵涂炭。看来，只有最后一步了。诸神归墟，庇护天地。云。小明夜，快醒来！诸位，这里是何处？明夜，此处是你的涅槃境界。我已陨落了吗？不，是我们要陨落了。同袍一场，特来与你告别。什么？今日一别，身归天地。来日纵化作山巅冰雪，溪中卵石，岸边垂柳。我们总有重逢之时。神起一则，便交给你了。一则。不会再回来的。
怎么了？没事。爸，殿下。阿兄，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什么，你待在竹林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。我回漠河替父王处理些事务。好。等等，公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……你说啊！报告公主，方才传来消息，神魔二军与长泽血战，激战许久，打得难解难分。那明夜呢？神魔大战战况惨烈，战神必定首当其冲。众神虽诛杀魔神，尽灭魔众，却尽数陨落。战神明夜、众神祭泽亦不知所踪。明夜如今身在何处？连战甲也难以抵御。再过片刻，恐怕就要消融殆尽了。初皇神诀，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初皇，帮帮我，请送我去找明夜，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他带回来。报，圣女，还是找不到。怎么会呢？那么多天兵，踏遍四周也没有找到明夜。
明夜重伤，如今退回了原形，我得精心养护才行。他会不会适应不了这儿？哎，对了，好像东海的水是咸的。明夜，你真是可恨透了，变成这样还可爱些。书上说了，这些灵草都是有益滋养的，能帮助你恢复人形。明夜，你快变回来吧，这样像一个小泥鳅似的缩在壳里，真不像你。待你化回人形，就会离开了吧？那日我那样对你，你定然不会原谅我了。明夜，你还是快点醒来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。等你好了，我就离开。我们也算互不相欠。糟了糟了，我忘记阿兄会来了。阿兄，阿俊，你回来了。你去采药了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我最近看了一些医书，采了一些有助于修行的补药。即便我不说，阿九也早晚会知道明夜的噩耗。可是如今他修炼正到关键时刻，若情绪不稳，走火入魔又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与其让他从别处知道，我还是斟酌着告诉他吧。哎，阿兄，阿九，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那口锅了吗？哦，我看到锅里已经放好食材，还放好了盐，就替你拿去书房煮了。我再晚来一步，你怕是要变成十全大补汤了。阿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突然想到还有材料未放，想过几日采来再煮汤来着。哎，阿兄，我们出去吧。阿兄今日要教我些什么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进境这么快，过不了多久啊，我就教不了你喽。那以后就由我来保护阿兄。好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再晚回去啊，父王就该发现端倪了。10日后我再来看你。阿兄，我现在已经能自学了，路这么远，阿兄就不用总跑来了。这么快翅膀就硬了？行吧。那就再过15日过来检查你的功课。
你有没有喜欢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啊，桑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还把他救回来。如今他已然化形，回头醒过来看到我，还以为我又纠缠他。要不干脆还是把他带回玉清宫，扔在门口算了。算了，再多留你几日，等你醒了，自然也会离开。怎么那么黑？床是有人救了我。是人。喂，醒醒！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是你救了我吗？你在吗？你做什么呢？眼珠看起来没有受伤，许是刚刚恢复人形，伤还未痊愈，再将养一阵子试试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在何处找到我的？我去撒网打鱼，结果捞上来一条白泥鳅。我本来想炖豆腐的，谁知道会变成一个大活人，锅都被你炸了。对不起，你的锅我会赔给你。哎，你干嘛你伤还没好，又瞎又残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啊，我该去何处？魔神已灭，灵台已空，我没能随他们一起陨落。可这世间再不需要战神明月了。你这小泥鳅还不知道吧？如今魔神伏法，世间已一片安宁，再也不需要躲藏和逃亡了。不如你就留下来，替我打打灵功，也好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我不会做工。不会可以学啊。这样吧，你呢替我干干杂活，我帮你治眼睛，待你复明之时，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再怎么听，也像是我更受益。你为何一定要将我留下？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我太孤单了。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，哪怕是不认识的。是啊，如今铜柴凋零，桑丘野，我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呢？
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先睡，等天亮了我再找找治眼睛的药方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只有一张床，你是病人，给你睡吧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墨珠，是这山林中的竹子精。你怕不怕？我叫明夜，以前住在东海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这是最后一次，等他眼睛好了，我们就再不相见。药已经换好了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过几日便好了。谢谢。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也略懂一些医术，总能找到法子治好你的眼睛的。多谢。这是药草，你帮我把草叶摘下来，放在左边这个篮子，把草梗放在右边这个篮子，然后再把叶子碾碎，把草梗折成小段，好吗？好。多谢。这2个字你少说几遍吧，以后要谢我，还多着。好。你等我一下。
宇文，爸爸。